江兰，你痴心妄想，想要赔偿是吧？够不够啊？我在公司任劳任怨，当牛做马10年，到头来不仅被你随意开除，更拒绝支付我合理合法的100万赔偿金，甚至还要拿着轻飘飘的10块钱羞辱我。可你绝对想不到，我拿出全部业余时间备考，以笔试、面试双料第1的成绩，成功上岸，财税稽神署。等我熬过公示期，以稽查员的身份，带着你这些年违法乱纪的证据，站在你面前时，你会是什么表情？把这些发票给我报了，今天晚上必须给我。孙经理，眼睛不需要就去捐了，还有3分钟就下班了。怎么，今天想不开要给加班费了？你也知道还有3分钟就下班了，那这些就是你今天该完成的，该完成的不完成，还有脸要加班费？是，我给脸不要脸，所以我下班了。江兰，给我回来，否则我开除你！行，准备好离职协议，明天来拿赔偿金。孙经理，以我10年工龄计算，你违规辞退我的赔偿金总计100万。孙经理，以我10年工龄计算，你违规辞退我的赔偿金总计100万。你一手交钱，我一手签协议，咱们两清。哼，100万，你狮子大开口啊！是你拒绝了公司上级的要求，无视了公司的规定。我告诉你，我开除你是你咎由自取，还给公司要赔偿。那孙经理是铁了心了，不要给我赔偿了是吗？那只能走仲裁了。别说仲裁了，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开除你也是你咎由自取。你确定？怎么，要赔偿是吗？10块，爷赏你的。冷静冷静，稽神署的录用还在公示期，这段时间不能出现任何意外。等过阵子，我要让他100倍奉还。行，赔偿金我不要了，离职协议在哪儿？我签字。哎，你想好了，像你这种30几岁的老女人，离开公司是找不到好工作的。不劳孙经理费心了。这孙连成果然是个草包，这满是违规条款的离职协议，就这么送到了我的手上。我不好好收下，都对不起他这么蠢。江会计，先别着急走，你给公司的账算完了，那么现在公司给你的账该好好算一算了。算什么账？在公司你平均3天用1包纸巾，每天打印票据用2包 A4 纸，在公司的财务室每天用10度电，所以在公司在职期间，你需要向公司赔付103618元。你有意义你就憋着，没意义你就乖乖交钱，否则你出不了这个门。10万？别以为别人跟你一样脑子有病，就想一出是一出。你想要钱的话，去告我就好了。你没钱你还装什么大头蒜呀？不想还也行。进来吧。怎么是他？这位是林柔，财经大学的高材生。接下来你们用1周的时间把工作交接好，那10万块钱就免了。什么高材生？
明明是个因为学历造假、能力极差，被多家公司列入黑名单的废柴。看来这是把我当成免费入职的培训师了。看什么看啊！我姐姐可是总公司的高管，孙经理是我姐夫。我这次来啊，就是要好好管管你们分公司的账目。管理账目，我看是方便孙连成以权谋私吧。也不知道他总部的姐姐对他俩的关系感不感兴趣。哎，跟你说话呢，装什么哑巴？还有，我告诉你，你不光是交接工作，你还要让他熟悉一下财政系统。我告诉你，别给我出什么岔子。他这是认定了我不会拒绝，不过呀，手头已有的证据还不够让他牢底坐穿，正好趁这个机会多搜集一些。公司财务系统里可全是他给自己埋的路。行，我服从公司安排。你看，这多好，10万块钱免了，但是你交接工作是无偿的，也算是给公司一个交代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出去！哎呀，讨厌！姐夫，这人出去不会乱说吧？你放心，他在这儿都不敢放屁。出去，他可没那么大的胆子。那他赔偿金分我一半的事儿，你可别忘了。那是自然，咱们的关系都是亲上加亲了，这点算什么？讨厌。喂，可可，经理办公室的监控应该修好了吧？太辣眼睛了，就孙连成那样，林柔也是下得去嘴。来啦，你是不是要赔我点接受手续费？哎呀，你快给我坐下吧，我不给你点了这么多烧烤吗？吃还堵不上你的嘴。我就知道兰兰对我最好了。哎，你说，怪不得孙连成当时没有逼迫我自愿离职，原来是等着我的赔偿金呢。赔偿金好像一向都是总公司给的，人事部门往上报的也是你被辞退。那财务系统上应该有蛛丝马迹啊，我应该能找到证据，到时候啊，应该够他们俩牢底坐穿。这样吧，有任何需要我的，你都告诉我。我早就看着孙连成不顺眼了啊！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哎，你说，那个林总要是看到了这个视频，会不会把孙连成扫地出门？他们有钱人都玩的花。这样吧，我帮你盯着。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哎，对了，最近公司前台你给我留一点，机审署的人可能会来对我进行背调，到时候别让孙连成坏了我的好事。没问题。快吃，你给你。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给前台小敏放了2天假，亲自坐镇前台，守护你的背调。这都已经上班1分钟了，怎么还在这儿摸鱼？还不快去跟林柔交接工作？要是1周交接不完的话，我可不好交代。你好，我是财税稽审署的工作人员，请问江兰在公司吗？稽审署？同志你好，我就是江兰，我们有话出去说吧。江兰，你利用职务之便搞事情，还被稽审署盯上，我告诉你，要是敢牵连到公司，老子饶不了你！某些人啊，天天嘴里喊着合法合规，怎么还把稽审署招上门了？姐夫，我早就说了，开除他准没错。没错，他已经被公司开除了。他今天来只是来交接工作的，所以说他的一切行为和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想您是误会了，我这次来……江兰，自己捅的娄子自己收拾干净。
同志你好，我就是江兰，今天你是来找我背调的吧？我刚好有些问题想向你反映一下，这边请。呵，你刚刚说的情况是否属实？有什么证据吗？目前所有证据都在这里面了，这里面有那段监控和我的辞退协议。我会替你转交这些证据，但你知道，这还不够。现在孙连成让我以工作交接的名义来培训林柔，后续我想搜集更多的证据。不错，有勇有谋，也懂得卧薪尝胆，我很看好你。感谢您的认可，后续的背调我理应避嫌，后续您可以找行政周主管了解。那我就离开了，后面又有新证据，也还请您帮忙转交。孙连成，你的好日子就快到头。江兰，贱人！公司要是因为你的作风问题被寄生鼠盯上，我饶不了你。他们来公司只是正常的问询，如果公司财务真出现问题，来的就不只是这一个人。倒是你，怎么这么紧张？公司被查，莫非经不起查的人另有其人？够了！你最好别惹事儿，别到时候我还没下达封杀令，你自己的名声先臭了。孙经理，有空担心我的名声，不如想想你是怎么对那位机神署工作人员的。万一人家急了眼，孙经理怕是引火烧身。牙尖嘴利的狗东西！哎呀，孙经理是现在不用担心耽误我们交接工作了？是你自己的原因耽误了工作进度啊。那么接下来，我亲自监督你交接工作。有他盯着，也不好明目张胆搜集证据，但说不定可以给他挖个坑。今天我们就从合同的审核和发票的验收全流程开始熟悉。你看，这里要确认，这里一定要写上。总之，合同的审核和发票的验收一定要合法合规，防止有人按照造假合同和虚开发票来捞金，稍有不慎就会有牢狱之灾。江兰同志您好，您已被我所正式录用，请于明日前来报到入职。真的吗？不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涉案机神署了吧？哎，在上班期间公然接电话，还有没有规矩？我告诉你，招你们这些会计，不就是为了处理假发票的问题吗？江兰同志，别着急挂，我好像听到了一些线索，你可以把手机放在旁边。孙连成，不等我电话打完你就作死，这可是你自找的。如果连一个小小的假发票的问题都处理不好，那就证明他不是一个好会计。触及红线，不做才是避免的有效方法。你们做会计的应该知道你们为谁而工作，像你现在落到这样的境地，真是一点都不冤。现在我命令你，把这个发票给我开了。这么快就忍不住了？但这种事我绝不能沾。孙总，这个客户就不在白名单内，但是合同审核今天就完成不了。我让你开你就开，哪儿那么多废话？合同的标价整整虚高了400万，他付费节点还有付费方式都不明确，这是明显的虚开发票，踩法律红线了。我警告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会计，我让你签是看得起你。你这是违法犯罪，一旦出事了，你担不了责任，公司也没法担责任。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我随时可以捏死你，赶紧给我开！你也知道我已经不是公司员工，这票我开不了。你，哎呀，姐夫，这不还有我呢吗？这票他开不了，我能开。这票他开不了，我能开。真的吗？那当然，这几天工作交接得差不多了，很快啊，就不需要江会计了。看他之前一副这票我非开不可的架势，还以为他想让我背锅，看来我还是高估他了。姐夫，你看，没什么问题吧？好，太好了！江兰，你看，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啊。现在看来，公司优化你是无比的正确。如果你像小柔一样有眼力劲儿，也不会落到现在这样一个地步。现在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还不快滚！行，我走。这个蠢货，现在还不知道刚刚整个虚开发票的过程都被电话另一头的机神署李组长听到了。李组长，你刚刚听到的就是孙连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你们听好了，下个月第1名奖励他50万，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每人2套房。所有人给我看好了，江兰不服从公司管理，还因为个人问题被机神署调查。如果以后有人像他一样，立马给我滚蛋！你恭喜孙总清除公司毒瘤。在孙总的带领下，公司一定蒸蒸日上。好，今天晚上我们聚大餐。好。江兰同学，欢迎您入职财税稽查署。江兰，公司哪里亏待你了？你要给公司挖坑！江兰，公司哪里亏待你了？你要给公司挖坑啊！把你电脑上的破密码解了，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孙经理，财务密码我一早就告诉林小姐了，她没记得关我什么关系啊？少他妈废话！我让你赶紧滚回来，你听到没有？想让我回去是吧？就一个条件，违规辞退我的赔偿金全部到账，100万，1分也不能少。你他妈疯了！我告诉你，不可能！你这是他妈敲诈！我就这一个条件，没有的话免谈。小江啊，又是你那个前公司。正好告诉你个好消息，上级已经决定对你的前公司进行税务稽查。由于你昨天提供了关键证据，你可以一起参与行动。好。江兰，赶快把那个密码给我解开！孙经理，我想这个密码暂时应该不用解了。不用解，你知不知道公司的财务系统已经瘫痪了？现在是每秒运用数以万计的，信不信我立刻起诉你？起诉我？孙连成，不如我们先聊聊你的刑期。孙连成，不如我们先聊聊你的刑期。拿着稽查出的文件吓唬我，是不是你在被调查的时候故意伪造证据陷害我？伪造证据？
你真觉得自己清清白白？昨天开完发票就直接跟他走，手里怎么可能还有证据？我当然清清白白了，你少在这里套我话。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快把密码给我解开，要不然，老子让你赔付公司的损失。果然，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其他稽查小队的成员要忙完手上的任务才能赶来，就先陪他们玩玩。公司财务系统受到了损害，那该负责的不应该是现在的财务主管林柔小姐吗？你在胡说些什么？明明是你恶意隐瞒公司财务系统密码，才造成了公司巨大损失，怎么现在又来污蔑我啊？是吗？我记得我们交接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财务系统密码。不可能，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密码，肯定是你对公司心怀怨恨，所以故意不告诉我密码。林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林柔啊，这个交接工作一定要注意，它有合法性、完整性，还有这个责任清晰和及时性，在所有这个一定要签字确认，要不然责任全都归于你，知道吗？好了，烦死了！要交接的东西拿个笔记本给我全记下来，我以后自己会看。对了，记住了，我要手写的，一笔一画，写清楚。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当初给你的交接工作笔记当中，第1页第1行就是财务系统密码。林小姐不会直到现在还没有翻开过吧？怎么可能？这既然是个误会，江会计，我们在电话里讲清楚就可以了嘛。小柔，既然已经知道密码，去把公司这2天的账务问题处理一下。不急。你什么意思？我之前打电话说得很清楚，我100万的赔偿金换财务系统的密码，你1分都不能省。你这是敲诈勒索！孙经理还是这么会扣帽子啊？这个呀，可是我被你违规辞退，合理合法的赔偿。小柔，刚才看过笔记本，密码应该记住了吧？这密码是真是假，这只有登上了才知道。我能确保这个密码是正确的，你能确保你登录系统之后就给我赔偿金吗？唉，孙经理啊，时间不多了，每过1秒钟你可就损失10万呢。行，我答应你，只要一登录财务系统，我就算翻脸不认，你又能如何？孙经理不会想的是先把密码骗过去，然后再翻脸不认人吧？我警告你，别给脸不要脸！怎么，孙经理也是被我戳穿了急眼了？怎么到现在还认清不了形势啊？区100万，我根本就不急。你还真是嘴硬，你现在不就是为了钱吗？你现在没有找到新工作，也是为了要点钱傍身，对吧？我告诉你，我早就已经放风出去了，你现在名声已经臭了，你现在应该赶快去帮我解开密码，然后再好好的给我赔礼道歉，兴许我还能赏你一次。唉，总有人稀罕你的3瓜2枣，但是我不感兴趣，我只想要拿回属于我的。而你，我的朋友，你的公司这么亏本下去，你会不会被总公司清算啊？少在这危言耸听了，我姐可是总公司的林总，就算我姐夫犯了天大的错，也有我姐顶着，清算谁也轮不到他呀。更何况还有我这个亲妹妹在。你是怎么觉得林总会偏袒孙经理和你呢？你是怎么觉得林总会偏袒孙经理和你呢？怎么啦，可可？
总部的林清浅林总已经打听清楚了，为人正直、认真负责。另外还打听到一个八卦。什么八卦？林总是最近2年才被林家找回的真亲戚，孙连成是林总养父母替他选的丈夫，两人感情本就不好。林总回归林家后给他个分公司经理，不过是为了面子上好看点。那林柔不会是那个受宠的假千金吧？我看你真是脑残短直看多了，就林柔那样子，离被林家赶出家门就差一点了，凭什么跟林总那样的天骄争宠啊？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要把那份大礼送给林总了。你在胡说些什么？我说姐姐和姐夫的关系好，我哥是姐姐的亲妹妹，她不向着我们，难道还要向着你啊？向不向着我不知道，但如果她知道你和她丈夫的关系，是肯定不会向着你们的吧？我跟我姐夫关系亲密一点有什么？我们是一家人，我不亲近他，难道亲近你啊？有些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的那些事儿，我相信林总已经看到了，我猜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你不光跟姬神署诬陷我，你还跑到我老婆那里诋毁我。孙连成，是不是诋毁？你们俩心知肚明。不应该呀，我跟小月亲热的时候都在我办公室，里面的监控早就被我弄坏了，肯定是他在诈我。我告诉你，我行得端，我做得正，我老婆是不会被你蛊惑的。还有，你现在赶快去把密码给我解开，否则老子就把你赶出去。江同志，我们这边处理完了，马上赶来与你会合。既然他们那边快来了，也差不多是时候了。既然贵公司的财务系统被锁了，那按照稽查的程序，本来呢……江兰，真是给你脸了，来人！孙连成，你知道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干什么？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懒得跟你废话。笔记本就在这里，我拿就是喽。就算你抢了，公司的财务系统也不能动。什么？不能动？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就是一个被公司开除的废物，你凭什么有资格管我们内部的事情？就凭我是稽审署的稽查员。什么？你是稽查员，我是天王老子。小柔，去把这2天公司的账务问题处理一下，还有之前没来得及处理的尾巴。等等，这个地上就是稽查署的红头文件，你们确定不看一眼？我看个屁呀！一个穿着稽查人员的衣服，哼，就拿这张破纸来糊弄我，吓唬谁呀？是纸是文件，你自己看一看就知道了。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就算我看了，假的也永远都是假的。林柔，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样在抗拒稽查？你少危言耸听了，我可是资深财务，稽审署的文件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你连造假也不做做功课，你也太不专业了吧？造假？稽审署的通知文件早在1年前就换过制式，他是从来不关注这些公告的吗？没错，姐夫，这稽审署的文件我见过，根本就不是他这张破烂纸的样子。你真是为了威胁公司，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你要是识相点的话，赶紧给我滚，不然我就报告执法队，有人在这里在冒充公务人员，而且还伪造公文。
我机神署的同事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谁真谁假，一会儿就真相大白。希望你们到时候别哭得太难看。你还真是狗皮膏药啊！我可没工夫陪你在这演戏，还有一堆财务等着我去处理呢。好了，江会计，是你自己滚，还是我请人让你滚呢？死到临头还死不瞑目。我最后再提醒你一次，你最好让这个林柔别再打开这个财务系统，否则他不仅是抗法，更是连毁灭证据的罪名都要坐实了。好了，你没完了是吧？穿着稽查人员的衣服，你骗骗自己也就行了，都被拆穿了，还在那硬装。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你们可想好了，袭击国家公务人员罪加1等。孙连成，你虽然只是一家分公司的经理，但你现在捅破了天，不仅总公司的那些破烂事儿你遮盖不住，你老底也要坐穿。你可想好了？我去你妈的！真当老子是你捏的呀？给脸不要脸的臭东西！感谢孙经理送来的袭击国家公务人员的证据，但我这个人向来有仇必报。你还不动手？给我扔出去打一顿！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这家公司姓什么！我怎么不知道林家的公司什么时候姓孙了？我怎么不知道林家的公司什么时候姓孙了？老婆，你怎么来了？看来这位就是孙连成那位在林氏总部的妻子了。来给你看看，你给我林家到底捅了多大的篓子？姐夫，以前那些账我都帮你评完了，你打算怎么奖励我呀？真是不看不知道，我的好妹妹和我的丈夫还真是亲近啊。青钱姐，老婆，这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小柔她毕竟是你妹妹，她在我公司，我当然要多照顾一下了。还有她还小，她也不懂得和人相处的分寸。你说，你把这个在林家明面上装绿茶，私底下处处欺压我的假千金，当成家人？坏了，一时情急忘了她们姐妹根本不对付。老婆，我这不是想的是让你们缓和一下关系吗？正所谓家和万事兴，虽然你是林家的真千金，但是小柔毕竟在林家这么多年了，强龙不压地头蛇。看来林柔小姐还有很多事情没跟你说呀。无所谓，跟你俩的账我可以慢慢算。今天我来是因为稽审署的公文发到了总公司，说要对你们这里进行税务稽查。孙连成，你就是这么做事情的吗？什么税务稽查？这肯定都是误会。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废物，因为他被公司开除了，所以他一直在背后搞鬼。你是？林总你好，我也曾是贵公司的财务主管，可是被孙经理违规辞退了。注意，什么违规辞退？是正常的人事调动。重点是他被公司开除了，他怀恨在心，所以他才导致公司财务系统瘫痪的。绝不能让他说出赔偿金的事儿，否则我和小柔分了这笔钱的事就暴露了。是啊，前2天公司财务系统瘫痪，就是他工作交接的时候故意隐瞒财务系统密码导致的。不过孙经理刚才已经处理过此事了，我还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财务系统的运转。你让他动了公司的财务系统？对呀，他是财大的高材生，我让他对接江会计的工作，这有什么问题吗？高材生，孙连成，你到底知不知道，他的会计职业资格证早就被吊销了，整个财会协会早就把他拉进了黑名单。什么？他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啊！林柔，这到底怎么回事？姐夫，你听我说，我之前确实被吊销过执照，但是我根本没进黑名单，要不然我也不会重新考取执照。姐姐
他一天工作那么忙，怎么会关心我这些小事？老婆，小柔都这么说了，税务稽查的事情肯定跟他没关系，这肯定是这个废物，他被公司开除了，又加上他被基审署调查，所以才污蔑我们公司，拉我们下水的。哦，那你倒是跟我说一说，江会计到底是什么原因，才对他兢兢业业工作了10几年的公司怀恨在心，不惜鱼死网破？这林总看起来不简单啊，都这样了还这么沉得住气。基审署的同事还在路上，先看看他怎么唱这台戏。你想想，她已经是一个30多岁的单身老女人，她没了工作，又丢了饭碗，她肯定是心怀恨意的。还有，她今天假扮成稽查人员来我们公司闹事儿，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要不是小柔，我们肯定都被她唬住了。假扮稽查员？是啊，姐姐你看，这就是那个贱人伪造的基审署公文，咱们赶紧报警，把他抓起来。晴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货真价实的基审署公文，你们俩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什么？这不可能，基审署的公文样式根本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姐姐你平时看我不顺眼，但在这种事情上，你怎么能偏帮一个外人？就是啊，小柔就算不是你的亲妹妹，但是你们是一家人呐。她都告诉你这公文是假的了，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她呢？财务系统是重中之重，每一个财会人员都是经过总公司的层层筛选才能上岗。江会计在这个岗位工作了10年，足以见其真才实学，值得信任。林氏送林柔去学财会，本来就是打着让自家人把持财务中心的心思。你也不想一想，这10几年，别说是总公司，就是分公司，他的财务职位都没坐上过。是因为他林柔才是那个真正的废物。废物啊，连基审署公文制式有变更他都不知道。林柔，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姐夫，你弄疼我了。这公文它真的是假的。小柔不就是因为在你家占了个10几年的身份和地位，她现在不是已经还给你了吗？我不懂，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她呢？跟他过不去，我他妈跟你也过不去！老婆，你听我解释，这都是假的，是有人想诬陷我。对，姐姐，这照片一定是 P 的，我怎么可能会抢姐姐的东西呢？你们俩说照片是 P 的，那这监控视频呢？你们怎么解释？这肯定是……我猜林小姐肯定是想说这是 AI 合成的，是吗？孙经理肯定是在想，这个监控已经被你损坏了，怎么还有这条视频？监控是被我给修好了，林总的视频也是我给的。你们俩的罪行啊，是不是货真价实？你们自己心里清楚。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老婆，这些视频都是假的，肯定是因为他被公司开除了，心怀不满，所以他才挑拨你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孙连成，你真以为你的小动作我不清楚吗？还是你觉得我对林柔这个好妹妹一点都不了解？婚内出轨，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老婆，我就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更何况是他先勾引的我。老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好不好？原谅你，
你也配跟我提原谅？我被林家认为我本来可以对你不管不顾的，可是我求着林家，让你做这个分公司的法人，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法人？你也知道我是这个公司的法人？我告诉你，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处处受制于人，我什么事都干不成。离婚是吧？好，我告诉你，我不稀罕你林家的钱。你要知道，这间公司它是我的，我只要它。虽然已经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扔出去，但答应的太快，恐生事端，还是先以退为进好。这分公司也是林家的产业，你有什么资格斤斤计较？就是因为现在公司所有的项目都在我的手里，而现在所有公司财务的钱都在小柔那里，现在只不过是少了一些总公司的资金支持罢了。还好我早有准备，以我父母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空壳公司，这些年利用职务之便转移了不少资金，足够我东山再起了。就是啊，现在整个分公司都由我和姐夫把控着，就算你是总公司的人又如何？自从你回了林家，处处让我吃瘪，现在怎么样？滋味不好受吧？好你个孙连成啊，你果然是头喂不熟的白眼狼。行，这次算我认栽。离婚协议签了吧。其实啊，这种事儿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你看，你为什么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呢？现在可好，把这一整个公司你都给搞丢了，我看你怎么跟林家交代。我怎么交代？用不着你多管闲事。孙经理，家务事聊干净了吧？现在我们聊一聊你抗拒执法，还不要我们稽查的事情啊。江兰，你是不是入戏太深了？你真是阴魂不散呐！现在你识相的，赶紧给我滚出去！大费周章的请总公司的人来又怎样？这分公司啊，还是我和姐夫说了算，你就别装了。孙连成，我在最后提醒你一次，林柔撕碎的这个公文是货真价实的，你确定你不查证一下江小姐的身份吗？得了吧，林清浅，你现在有没有搞清楚？如果她真的是稽查人员的话，还用得着你来撑腰？说白了，她给你的那个视频，只不过是想利用你的关系来要回赔偿金罢了。我告诉你，那个赔偿金它已经到了，就在我的口袋里面。你这是犯法！现在总公司都管不了我了，你又奈我何？江兰，我告诉你，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不要假扮稽查人员，你要假扮仲裁员，知不知道？孙连成，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要赔偿金，是我的，准没跑。疼，你放开我！江兰，你快放开我姐夫，否则我就告你恶意伤人，让你牢底坐穿。那你报警啊！你还在等什么？快放开我！疼，江兰，我放开我！哎，执法队，该牢底坐穿的是你们俩。税务局查处，依法执行公务。
对贵司进行税务稽查，请所有工作人员停下手中的工作。江兰，我还真是小看你了，请这些演员花了不少钱吧？你们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还不快继续工作！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你们也要给我继续干活！姐夫，他们好像真的是寄生署的人。不可能，他们只不过是将来请来的演员，装模作样罢了。公司又没什么事儿，也查不到我们。孙连成，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公文我已经出过了，你还执迷不悟，后果你是不能承担的。我承受你个卵！告诉你，老子今天好不容易扬眉吐气一回，哼，你倒好，一直恶心我。怎么，请了这些演员，以为我不敢动你是吗？孙经理，听你的意思是要暴力抗法了？抗法，我就抗了这个法，你能怎么样？哎，我想问你，他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这么卖命？另外，你要知道，小心有钱挣，没命花。江兰，这孙连成现在已经油盐不进了，起了冲突对双方都不好，而且我也要跟他切割这个分公司的事情，要不你们明天再来。林总，我把视频交给你，是因为我认为你为人正直、认真负责，不想你被这个孙连成给蒙蔽了，并非同意和你相互利用。我知道你急于与孙连成撇清干系，以免引火上身，但是如果他趁机销毁了证据，这个责任你能担得了吗？你们今天非查不可，是吗？当然，势在必得。只要你遵纪守法，你的公司并无大碍。目前以我们掌握到的证据，应该不会波及林氏总公司。你们俩好自为之。我们走。与分公司割席的事情要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另外，让总公司的人财务自查一下与分公司的对接，一定要杜绝一切被牵连的可能性。是。江兰，现在你的靠山已经走了，怎么，你还要跟我闹啊？靠山？孙连成，我的靠山自始至终都在，只是你眼下心忙，认不清现实罢了。靠山，让我看看你的靠山在哪儿啊？是你请的那些演员？算了，我懒得跟你废话。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住手！你们在干什么？孙经理，你这是什么意思？不配合执法，还要暴力抗法吗？你是个什么东西？难道又是江兰花钱请来的演员？你还有完没完了？这个人好像是之前来调查江会计的那个寄生署的人啊！难道说这个人真是寄生署的？公司真被税务稽查了吗？姐夫，你说他们不会真的是寄生署？他应该是被收买撑场子的，8成就是江兰的靠山。可他好歹也是货真价实的稽查员，万一咱们惹人家不高兴……放心，江兰能收买的，我也能，我来处理。你就是稽查署的稽查员是吧？这样，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江兰给了你多少钱？我给你2倍，不，我给你3倍。今天的事情，只要你不要管就可以了。孙经理慎言，我是稽审署的1级稽查员李潇，这是我的同事，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行，我知道你是稽查员。这样吧，他给了你多少出场费，我买你离开，可以吗？孙经理，这是要贿赂国家执法人员？
孙经理，你这是想贿赂国家执法人员吗？你可知，就你这一条罪名，就能让你把牢底坐穿。贿赂执法人员？我想知道江兰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这么的给他卖命？江兰给我钱？孙连成到现在还以为我是假扮的稽查员，所以西神署的公示呢？没有给他们公示吗？那不在那儿呢，早就给他们公示过了，但他们当作是假的撕了。孙经理，你确定你今天不配合我们工作是？我配合你个屁呀！有财务问题，肯定是江兰这个废物搞的鬼。有问题你调查他就可以了，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江兰同志是我们财税稽查署的一员，他的被调经过严格的审查，没有任何的问题。真正要调查的就是你们公司。我去你妈的！公司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吗？用得着你在这污蔑我？是不是污蔑？按照程序查清之后，必将真相大白。孙连成，你这样百般阻挠，是不是心里有鬼啊？你才心里有鬼！你们做稽查的，连正规程序都不遵守，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互相勾结，寻衅滋事？程序，我早就按照程序给你们出示过公文，也同步发给总公司。刚刚那个林总就已经佐证过了，可你们俩自始至终都认为是假的。够了！小柔说过这个破文件是假的，你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说事儿，你是拆穿了，你是装不下去了是吗？还有你，是不是调查过江兰？那一次他给了你钱，所以你什么也没有调查出来，对不对？另外，我告诉你，他现在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废物，你觉得他能供养你多久？就是啊，我姐夫可是公司的总裁，他能给你的可比江兰多多了。刚才执法记录仪孙经理的话都记录下来了吧？作为行贿未遂的罪名，一并提交上去。你们今天一个个的都跟老子过不去是不是？尤其是你，李潇，我记住你了。还有这个，作为威胁执法人员的罪证。我操，是不是给他们你们脸了？来人，把他们给我拖出去喂狗！住手！你们要干什么？这是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是谁报的警？是我，啊，就是他，谎称国家执法人员，伪造公文，还带人来寻衅滋事。还有他，身为执法人员，收受贿赂，来我们公司闹事儿，影响了我们正常办公，还不赶快把他抓走！是你们聚众闹事。执法队的同志，我们是税务稽审署的稽查员，这是我们的证件。我们来这儿是有公务，可这个孙经理却要暴力抗法，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我告诉你，在执法队面前冒充执法人员，罪加一等。就是啊，江兰，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是个好演员，到现在都出不了戏呀。证件没有问题。什么？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啊？他怎么可能是稽查员？确认过了，财税稽查署今天确实有对这间公司的稽查行动。这怎么可能？孙经理，重新介绍一下，我是财务稽审署新晋稽查员江丽，将对贵司进行财务稽查，并配合监督。对了，林小姐不听劝阻，擅自使用财务系统，我们将视为毁灭证据，罪加一等。完了，这下全完了。李姐，所有证据已经核实，孙连成造假合同、虚开发票、借空壳公司职务侵占，林柔则违规使用财务系统来帮孙连成掩盖罪行，所有证据已核实。没错，执法记录仪的影像你一并提交归档吧。好，所有的证据全部移交执法队，等待审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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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兰，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公司养了你10年，养了你10年，你上班不光考公，而且上岸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反咬公司一口。我告诉你，我要举报你！对，你连前公司都坑，你肯定也坑了我们。和工作交接时交的东西肯定有问题，不然怎么会这么容易被查出来？你肯定是故意设计陷害我们，我不服！你真是死到临头了还嘴硬。第一，考公的事情，我从来就没有占用任何一点工作的时间。10年来，经过我手的所有账目，全部都是合法、合理、合规的。第二，我交给你的所有东西，你拿着我手写的东西去问行业大牛，他们都挑不出来任何问题。你们就是猪油蒙了心，妄图钻法律的漏洞。还好，你们提示我是怎么在公司里优待我的赔偿金啊，自然会有仲裁机关去牢里找你们谈。江兰，我记住你了，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好了，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等事情定调，我就向上级提报，给你升职加薪。谢谢李姐。江兰同志是吧？是。有人举报你工作时参与洗钱，请跟我们走一趟。我怎么会参与洗钱？你有没有搞错？走。干嘛？干嘛？李姐，这可怎么办？江姐她真的参与洗钱了吗？别急，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等我核实一下情况。那2个白衬衫把江姐押上了一辆面包车，还给她套上了头套。公检那边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吗？喂，李姐，有什么事吗？喂，我这边来了2个公检的人，把我的同事押走。透个底，他犯什么事儿？很重要。不可能吧？我们都5个月没有行动计划了，署里所有人都在啊。糟了，那2个人是假的，快追上他们！给我戴头套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看这里也不像公检的审讯室，这样我人有猫腻。江兰是吧？你在林氏分公司任职期间，多次违规操作、参与洗钱的证据确凿，你是自己老实交代呢，还是我们请你老实交代？方才被戴上头套时，精神署的小胡应该看到了，李姐他们应该很快就能察觉到不对，眼下还是拖延时间样子。请问你们掌握的证据是什么？我没有看到证据，怎么为自己申辩？这反应不对呀。我们能抓你到这儿，自然是掌握了确实的证据。你如果老实坦白，我们还要给你算成自首的情节，争取宽大。对，我们现在是调查阶段，你要是等到时候把证据摆到你面前，你可就剩认罪伏法一条路可走了。你们说我涉嫌洗钱，可我自认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自然要找你们确认证据之后才为自己申辩吧。江同志这是拒不配合调查了，你洗钱的证据都在这儿了，给我胡搅蛮缠！这位同志，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不配合调查，只不过是对于关键性物证存疑而已，希望进一步证实而已。你们怎么还急了？妈的，别听他废话，上点手段啥都招了。怎么，你们还想屈打成招不成？按照规定，这么做确实是不行，但是非常时期只能行非常手段。毕竟你这么冥顽不灵，不见棺材，怎么可能落泪？李姐，这里，江姐刚就是被带上了这辆车。附近各地搜索，务必保证江兰同志的安全。执法队同志，也拜托你们了，你们去那边，我们来这边。妈的，他是在拖延时间！老大，不行，咱们把他打一顿，然后录到他帮连城的录音，然后就把他关进去。
到时候连城也能减刑。你对刘英根本起不到法律效应，吓倒了，现在全毁了。二位，是孙连成告诉你们我帮他洗钱，让你们去炸我？炸你？你也太瞧得起自己了吧！你一个小小的会计，只不过是瞎猫遇上了死耗子，考上了岸，真以为你斗得过连城？没错，你们这种做会计不就是干的这些脏活？没想到你也心挺脏的，能考上岸，反咬公司一口，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搞我！江兰，你在里面吗？江兰，他的那些破事从来就没参与过，自然问心无愧。反倒是你们，现在冒充执法人员的罪名已经坐实了，等你们进牢里了，记得替我向他问好。警察同志，江兰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了连城迟早要遭报应的。你别忙着咒我了，你进牢里去问问孙连成，我到底有没有帮他洗过钱？要是真的帮他洗过钱了，那他不会直接去找执法队对证吗？让他们来调查我，反而让你们两个傻兄弟过来，企图骗我点线索？因为这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你们两个被他当枪使了，一边要替人家数钱，另一边还要坐大牢，我都替你们觉得亏得慌。妈的，这个畜生敢坑我们！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配合调查这一条。刚才你们跟我说的自首情节，我也送给你们，我言尽于此。等等，江小姐，孙连成应该还有本秘密账册，那本账册才是孙亮成所有黑产的全部证据。您这分公司里找到的东西不足这些九牛一毛。这本账册在哪儿？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孙连成把那本账册看得像宝一样，除了他最亲密之人，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看来这孙连成还有罪证可挖。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人逃不掉的。走吧，回稽查署吧，给你办个庆功宴，就当是正式替你接风。这是大家集资给你买的蛋糕，咱们是执法者，不宜铺张浪费，但是大家心意都在这儿了。没错，江姐以后有什么工作上的事儿，随时招呼我们就行。工作上有什么不懂的，我们能帮的也都义不容辞。这种大家互相信任，上级对下级也不断架子的环境，真好。果然，我参加考试的决定没错。不好了，有两个老人，好像是今天刚查的孙连成的父母，来门口闹事了。我儿子就是被冤枉的呀，他就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都是那个江兰，无端对我儿子心怀怨恨，进了新单位他就来诬告我儿子呀。没错呀，你们这些人官官相护，诬陷我儿，苍天大老爷一定要重审我儿的案子，我儿子是冤枉的。跟执法队确认过了，这老两口早上探望过孙连成之后，就直接来到了咱们这儿。听说早上还穿着人模人样的，现在还特意换了身旧衣服。看来孙连成肯定跟这老两口交代了什么，真是昏招尽出。这老两口不是持有孙连成用来洗钱的空壳公司吗？怎么没有调查呢？听说孙连成把宽壳公司的事情推到了林柔头上，两人在看守所还撕了很久。这么一来，这二位倒是暂时没什么事。就是他在我儿子公司当了多年的财务，他早不举报晚不举报，非等自己离职了才举报，他肯定有鬼，就是想把自己摘干净。就是他，就是这个女人，最可恨的就是他。对，我儿子在里面都交代了，他之前就是受了这个江兰的蛊惑，所以才干这些偷税漏税的。就是他，什么洗钱的事儿，跟我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他干的，跟我儿子半点关系都没有。有话好说，别动手。别动，一旦动手，有理也成了没理。先报警。冤枉我的儿子，
这怎么回事？怎么还打起来了？这老头和老太太儿子被查了，俩人跑计生所来闹事儿了呗。听他们这个意思，上面那小姑娘还在人家公司干过事儿，专门把别人老板给坑了，这干的是人事吗？不懂别瞎说，人小姑娘能考上岸，人品本事肯定没问题，八成是这俩的儿子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二老，经过我们的审计，孙连成的所有违法证据我已经提交给了执法队，但是他的罪证里并没有偷税漏税，还是你们要当污点证人，举报他偷税漏税？林氏分公司的税务问题一直都是我在管理，自然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孙连成以前没少拿这事挤兑我，但我经手的账只能是干干净净的。那就是我老头子记错了，反正不管他犯什么事都有你一份。孙连成职务侵占的罪证已经确凿，和我有没有关系？我相信执法队一定会秉公执法。不过他的赃款去向可与二位关系匪浅吧？你胡说什么？那是他的公司，钱也是他的，他就算拿自己公司的钱，怎么能算是违法呢？就是你这个女人，勾引我儿子不成，心生怨恨，你报复他！孙连成任职的公司本来属于江城林氏，只是林氏的一个分公司。要不是你们的儿媳妇清浅念旧情，来给了他一个职务，他职务侵占的全部都是林氏的钱。林氏？清浅那个死丫头，她不就是命好被林氏认了回去？要不是我儿子有能力，怎么可能被林氏重视？就是。再说了，我儿子花我儿媳的钱，那是天经地义，他犯什么法？可他们侵占的每一分钱，没有一分是属于我个人的，当然犯法。江小姐，实在抱歉，给计审署添麻烦了。没事。二位，我只是林氏的总裁，上面还有董事会，林氏的每一分钱都属于每一个董事，而你们的好儿子利用职务之便侵占的，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你个贱人，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个爸妈？你丈夫都被这个贱种送进监狱了，你还跑出来帮他说话？叔，婶儿，我跟你们孙连成已经离婚了，你们二位自然也就不是我的公婆。我现在还能好好的跟你们客客气气的说话，是因为现在在稽审署门口。对了，我没记错的话，孙连成洗钱的那家公司，你们二位是法人吧？他侵占的每一分钱都是属于林氏的财产，若是林氏执意计较，你们二位逃脱不了责任。那林氏不是还有你这个儿媳妇在呢？你跟他们说一声不就行了？我再强调一遍，我跟孙连成已经离婚了，我跟他跟你们俩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离婚的事我们不同意，你就是不忠不孝。离婚的事儿是孙连成出轨在先，按理来说他应该净身出户，我还把这家分公司留给他，我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我不管他叫你们来这闹事是什么居心，但我劝你们俩还是别白费力气了。老头子呀！你们这些人欺辱老人，你们枉为执法人员。二老，以后碰瓷了，先看看有没有监控。另外，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走。江小姐，有件事情可否商量一下？好了，林总，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吧。我这个身份现在也不适合去咖啡厅。孙连成的事情，多谢。林总多心了，监控的事情顺手而为之，而孙连成那也是罪有应得。只不过林总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还有公务要处理。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接受了林氏安排的家族联姻，对方人也很好，而且我也已经怀了孩子。那就恭喜林总了。我想牵头成立一家公益组织，主要是替那些在职场上遭遇不公平待遇的人讨回公道，也算是给我的孩子积点德。
所以我想邀请你以顾问的身份加入。为什么是我？因为孙连成的事情，我彻查了分公司所有的人事记录，我发现类似于你这样被他违规辞退，并将赔偿金占为己有的事情，他做过不止一次。还有这种事儿？分公司所有的人事任命都是走的总公司的流程，所以这些赔偿金的发放都是由分公司提报辞退，总公司来发放赔偿款。但那些赔偿款都被孙连成瓜分了。那你手里有相关的证据吗？可以整理后一并发给我。好。发给你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谢谢，证据非常重要，我将它整理后一并交给司法机关。这个孙连成的刑期估计又要加重了。顺手而已。其实我邀请你的理由也是由此而来。孙连成多次巧取豪夺员工的赔偿金，只是在你这里他翻了跟头，所以我想以你的经验，应该对他们有所帮助。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了不起，若不是我有稽查员的身份，估计也跟他们一样忍气吞声罢了。不过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也很想加入，只是不知道上面有什么限制没有，我回去问一下，没有问题的话一定加入。好，一言为定。这个林柔怎么在这儿？江兰这个贱人，这样都扳不倒他，还有林清浅那个婊子，非要跟我作对。哎呦，我的好小柔，你可不能动气呀，这气坏了我们家金孙可怎么办呢？哎，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我们老孙家3代单传，这件事是我们老两口大意了。不过你放心，就是扳不倒这个江兰，我们也会尽力照顾你。林柔居然还怀孕了，她是取保候审出来的吧？她怎么早不怀晚不怀，偏偏这个时候怀孕？取保候审的流程很严格的，林柔应该是真的怀孕了。不过她的孩子父亲肯定不是孙连成，林柔应该骗了他。林柔的孩子父亲不是孙连成？这孙连成有无精症，根本都没办法怀孕，但他们一家全都不知道。我在被林家认回之前，孙父孙母因为这事儿没少骂我，所以我带他趁机去检查了原因，不过结果也没告诉他。那这个林柔还算是有脑子的，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让这老两口来闹这一出呢？你可以回去后再打听一下，我这边也会给你搜索一下相关的信息，有消息了我随时联系你。好，谢谢了。林柔，不管你想做什么，肯定都跟孙连成脱不了干系，我不会让你如愿的。江姐，刚收到执法部门的消息，林柔因为怀孕被取保候审出来了。没事儿，我刚才已经看到了。刚看林柔和孙连成父母在那边聊天来着，他们已经知道是你举报的他们。最近还是多留个心眼吧，小心点不为过。我知道了，李姐。不过林柔啊，她没什么手段，而且她还是个取保候审的人，随时都有警方盯着，成不了什么大事的。行，你心里知道就好。而且我知道一些消息，我有一个计划。之前假扮公检人员的那位说孙连成有一个秘密账册，我想借林柔的手把秘密账册给拿回来。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职责范围内我会帮助你争取一切便利。哦，小王，我刚才发你的是这些年孙连成假借员工赔偿金，从林氏集团骗取赔偿金来中饱私囊的证据，你提交给执法部门吧。我靠，这东西江姐你从哪儿搞的？多亏了林氏集团的林总，自从孙连成事发之后，他就彻查了公司的所有账目，从中发现了这些证据。我刚才厚着脸皮要了一份。这孙连成从中贪了不少钱啊！对啊，我之前的赔偿金也被他贪了一笔。我想到他是初犯，没想到他是个惯犯。哦，对了，李姐，刚刚林总找我是这样的，他说他要做一个公益。原来是这样，既然你所代表的组织是公益性质，
那么原则上你担任顾问不会违反规定，不过姐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能失了初心。放心吧，李姐，我的原则是被你亲自考察过的。只愿更多的职场人可以不遇到这些无良的公司。对了，刚才执法队的人已经来过了，就在会客室。只不过那2个老无赖跑得很快。那我去找他们一下吧，刚好我有事要找他们帮忙。好的，张女士，你刚才陈述的情况我们已经知晓，会负责向那2位老人进行教育警告的。谢谢。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想麻烦2位。之前提过的林柔，她可能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她身上也有更多的证据，执法队能否掌握她的行踪？没问题，我们会在能力范围内给予您一定方便。根据执法队同志提供的线索，林柔应该就住这儿。一个曾经的千金大小姐，现在沦为这样子，心里肯定很不爽吧。这都什么饭菜啊，能吃吗？我肚子里可是怀着你们孙家的金孙，你就这么对待我的？哎呦，我的小姑奶奶，这可是咱家最好的饭菜了。这连城被抓了，这连带着那个账号也都被封了，有这些吃的就不错了。今天本来想借机讹那个江兰一把，没想到连城的事情传得那么快。肯定是林清浅那个贱人传的消息，他从中作梗，害我被林家赶出去不说，居然还想断我的退路。小柔啊，你们肯定在外面藏的还有钱吧？这都这个时候了，咱也别藏着掖着了。我和你妈都老了，倒无所谓，但是肚子里的孩子要紧啊。孙连城这个废物，说什么我怀了孕能取保候审，硬是让我扛了这么久，死老头和老太身上的罪，现在还要让我掏钱养这2个老东西，没门儿！哎呀，爸妈，我呀跟连城的情况一模一样。我的那些钱啊，一样也被冻结了。他当初给了你们不少钱吧？你们肯定也有取出来藏着的钱吧？哎呀，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2老啊，根本就不在乎我肚子里的孩子。那我不如把孩子打了，回执法队去，至少还能吃饱穿暖。哎，别，我们当然在乎你肚子里的孩子了，老头子。哎呀，小柔啊，你也别怪我们。我们确实留了点钱，但那都是等连城出来之后东山再起用的。唉，罢了，眼下确实孩子要紧，但是说好了，确实没多少钱，这点钱用完了就真没有了。快去！哎，叔，这么晚去哪儿啊？管你屁事儿！想必是孙连城让你照顾林柔肚子里的孩子吧？我是不是要恭喜2老喜得金孙啊？什么林柔？我不知道，我儿子什么都没跟我说。林柔因为怀孕被取保候审出来的，在我们系统内部都有记录的，您不用说不知道。知道就知道，那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啊，别打我金孙的主意，否则老头子跟你拼命。怎么会呢，孙叔？我们经过专业的训练，怎么可能打孩子的主意？只是我有一个消息，不知道孙叔感不感兴趣？不感兴趣，跟你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没什么可说的，别跟着我呀，不然我报警了。那如果是林柔孩子的消息呢？孙叔还感不感兴趣？孙叔，我只是提醒一下，避免2老空欢喜一场。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扯那么多有的没的干嘛？孙连城和林清浅他们结为夫妻这么久，一个孩子都没有，而林柔呢，才跟了多久就怀有身孕，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林清浅那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换了小柔怀了身孕，有什么可奇怪的？少在这装神弄鬼。可是林总当下已经联姻，眼下已经有了身孕，难道我那好儿媳怀的也是我老孙家的主？那倒不是，孙叔，你有没有想过，林清浅和孙连城他们之间的问题出在孙连城的身上？你说什么？其实林总回到林家之后，
偷偷带着孙连成已经做过一次检查，诊断证明显示孙连成患有无精症。无精症？什么意思？说出来也挺残忍的，但是我必须要说明的是，孙连成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一个孩子。不，这不可能！林柔肚子里竟然不是我们老孙家的种！这个贱人，他不光骗了我儿子，他竟然还敢骗我！孙叔聪明，但我这次来呢，是要跟你做交易。我得到一次线报说，林柔那里有一本账册和藏匿的资金，希望你可以帮我们找到它。事情节可能作为孙连成的立功表现。不对，绕了这么大弯子，你就是为了那个账册吧？万一你要是编造消息，伪造诊断证明骗我，让我和金尊离心怎么办？我说的话可能是假的，但是这个诊断证明可是市中心医院开具的，你大可以去验真伪。我等得起，你能等得起吗？等等，你刚才说让连城立功是可以减刑，我不敢保证，但是有机会，你可以选择试一试。你总不想让林柔拿不知道哪儿来的孩子来威胁你们全家吧？隐藏账册是林总对过总公司和分公司账册后找出的漏洞，林柔取保候审，孙连成亦有助推，这应该是为了销毁这部分证据。二老可是唯一的突破口了。行，这小妮子，我们好言好语的待她，连个好脸都换不来，想让她拿点钱来，她还推三阻四的。反正肚子里也不是我们老孙家的种，我干了。孙叔，我还得提醒你一下，孙连成这一次犯的罪特别大，数额十分巨大，情节十分严重。虽然会有立功表现，但是牢狱之灾还是不可避免，这一点我必须要告诉你。没问题，不争馒头争口气。这林柔不光把绿帽子戴在我儿子头上，还竟然拿着绿帽子来威胁我们两口子。老头子，不受这个鸟气了。林柔，你千算万算，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吧？就只有这些了，省着点用啊。小柔，要是你那里放的还有钱，为了孩子也拿出来点儿。连城在公司做总裁，也跟我们讲了很多存钱的好处，我们慢慢也都接受了。确实，只有这些，废物，全都是废物，就这么点钱，还好意思让我跟你们孙家生孩子？你们可真好意思啊！小柔啊，咱做人不能忘本，儿子风光的时候也没缺你吃的缺你穿的，现下咱家遭了难了，这些钱你妈我们两个省吃俭用也能花很久了，就是你这边……行了行了，早知道指望不上了。明天我给你说个地方，一去取点钱回来。告诉你，你最好别动歪心思，要不是这几天我被执法队盯得紧不方便，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动这些钱。好，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乱动你的钱。你最好是不会乱动。行了，我要休息了。我跟你说，老头子，这小柔也不厚道，他明明手里有钱，还非得花我们的棺材本，幸亏你机灵，没全拿出来。你唉声叹气什么？我悄悄告诉你个事儿，你做好心理准备。小柔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咱儿子的种。什么？别声张，是咱儿子的问题，他那方面有毛病，生不了孩子。要说呀，咱之前也真是亏待清浅那丫头了。怎么会这样？要是咱们能好好对待清浅，被林家认回去之后，也不能跟连城离婚，咱们家也不会遭这么大难啊！咱儿子那德行也不好说，但是眼前情况已经这样了，这个林柔也不是什么良人，咱们呢也只能拿他给咱儿子换个立功表现机会了。哎呦，我的金孙呐！够了，这都是咱老孙家造的孽。等明天把他秘密藏钱的那个地方告诉江稽查，咱俩呀就回老家去。孙叔，
线索这么快就找好了？江稽查，我借口没钱逼那个林柔，他告诉我一个藏钱地儿，我怕打草惊蛇，就把那块钱全都取出来了。你看看，全都在哪儿？江稽查，这些就是林柔藏钱的地方拿到的全部钱了。你看，这能给我儿换个立功表现不？孙叔，你把地址告诉我们就行，会有人专门去查处的。我怕麻烦你们，这行吗？孙叔，在这些钱旁边有没有一个账本，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账本？有的，那个重要吗？我只顾着拿钱了。那个才是重中之重。就是那个保险箱，我给你拿过来。好。就是这个，没错。孙叔，这件事多亏你了，大家也辛苦了。再把这个房间检查一遍，我们今天就收队。老头子，快跑！林柔他能看得见那个房间。死老登，竟然敢出卖我！还好老娘早有准备。老头子，快跑！林柔他能看得见那个房间。江兰，你不给我留活路，你也别活了。林柔，你别负隅顽抗了。你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你今天害死了这么多执法者，你这下半辈子会被毁的。少他妈废话，我下半辈子早毁了，都怪你，是你不给我活路。小柔啊，爸是一时糊涂，你放爸出去吧，我跟你妈妈好好伺候你，让你安稳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生你妈！都这个时候了，我也不怕告诉你，我肚子里的孩子和连城没有任何关系。你敢坑我，那你也别活了。大活二活，我和连城待你们不薄，给我弄死他们！林柔已经不理智了。来的时候我给李姐发过位置，进屋之前我也分享过地址，眼下这没有信号，只能希望她早点发现不对劲。我们家老婆子不会有事吧？林柔她不会想不开。大叔你放心，大娘是个聪明的人，机灵着呢，你放心吧。就通过她打电话和林柔通过监控跟我们对话的时间来推算，她大概是没有时间去找大娘的。待会儿振作一点，等待救援。哎呀，江兰，你也有今天，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林柔，你还没有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哼，都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记住，邪不压正，等着牢底坐穿吧。快，把这里的人都送医院。保险箱，账本。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的付出落空。怎么样，李姐？账本证据拿到了吗？林柔呢？抓到了没？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这事儿呢？账本已经拿到了，已经作为附加证据提交上去了，但不赶巧，让林柔跑了。队员们呢？队员们都问题不大，那2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已经归队了。那就好。对了，孙大娘呢？孙叔这次立了大功，之前一直念叨着孙大娘呢。放心，孙大娘也没有意外，她找到了附近的执法队，躲了起来。我们的人找到她都费了些功夫，这会儿应该在照顾孙大叔了。你呀，都什么时候了，还总担心别人？这次是因为我的大意，我以为孙叔拿出了那么多钱就没有问题了，是我疏忽了对现场的勘察，我检讨。没事，
这也多亏了你的积极，知道时刻报备，我们也才能及时发现不对，平安无事就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人什么时候抓都行。执法队那边已经在锁定林柔的位置了，相信很快就能进行抓捕。等出院了，我给你放几天假，你好好休息一下。李姐，关于林柔，我想当诱饵引她出来。小江，你胡说什么呢？李姐，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嘛。是这样的，林柔呢，因为彻底找到了孩子的父亲，她就销声匿迹了，可能就很难再抓到她。其实通过这件事，我也认识到林柔她是有一定的偏执和疯狂在的。虽然我只是秉公执法，但她一定很痛恨我。确实是这样。所以你准备怎么做呢？其实我不用怎么做，只要我抛头露面，再让她知道点消息，她一定是按耐不住的。到时候在我身边安排点人手，设防就行。但是你突然的抛头露面，她会不会觉得有陷阱？所以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喂，林总，你之前说的那个职场人讨薪救助的公益活动，我可以参加几天吗？当然可以。谢谢林总。这不就是有了一个正当的抛头露面的机会吗？蹲守你的人，我来打招呼。但是你要答应我，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听到了吗？知道了，李姐，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你说的很对，就应该这样，以后一定要多注意。刚出院就来忙我们这个慈善援助的事情，要真让李队长知道了呀，可真要找我麻烦了。李姐给了我几天假，我刚好闲不住，就来了呗。孙连成的父母已经回老家去了，他们提交的秘密账册，真能替孙连成减刑吗？唉，孙连成那个刑期，就算减刑，也要蹲个10几年。而且他老父母估计是看到林柔这件事，彻底看开了吧。林柔那边也没被抓住。真不知道她一个孕妇是怎么这么能藏的。林柔肚子里的孩子就不是孙连成的，说明她在外头还有姘头，假借着孩子的名义窝藏她一段时间，不是什么难事。不过她那个性子，多少会露出点马脚，到时候就是她伏法之日了。徐宝候审期间又犯重罪，那他这次被抓就再也出不来了吧？人啊，有时候就是一步错，步步错。江兰，凭什么你就能过得这么好？如今我肚子里的孩子也被他那个渣爹打没了，他也不要我了，我的人生彻底没指望了。我要你死！林总，时候不早了，我再待一会儿就走。你还怀着身孕呢，你先回去吧。谢谢你提供的证据。行，那我先走了，你千万注意安全。我送你。江兰，你去死吧！林柔，你果然还是来了。我已经在这儿好几天了，就是为了吊你上钩。你果然已经彻底疯了。江兰，你又坑我！你错了，坑你的是你自己。我既没有让你攀附孙连成，仗势欺压我，又没有让你跟孙连成一起分赃我的赔偿金，更没有让你知法犯法，为了报仇草菅人命，一切都是你自己做的。凭什么？凭什么你可以过安稳平静的日子？凭什么我就要牢底坐穿？我只是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贪财有什么不好？贪财是没错，可你错就错在贪的都不是你该贪的。同样的话，麻烦转告在牢里的孙连成，你们确实是一丘之貉，辛苦各位了，带走。这人啊，贵在知足常乐，做自己能做到的，拿自己该拿的就好。